这字是谁帮你写的？自己写的。小小年纪能写出如此漂亮的字，会写字又有何用？一口上好的棺材近1000钱，我没有。先生，求您买下我，给您做个小奴吧。我不需要什么小奴，但我大唐需要更多读书人。这些钱你拿着，足够你买一口棺材了。葬父后，剩下的留着你读书用。哎，看来百姓仅仅温饱是不够的，手头还得有点余钱应对突发之事。未来要好好读书，考取功名。愿你能助力我大唐走向真正的盛世。恩公，请留下姓名。无名。恩公，请一定留下姓名。我真的叫无名，快去办正事吧。哎呀，今日卢参军公务繁忙，就由我代他请客。这是长安夏日流行之美食，名曰槐叶冷头，快尝尝。好吃啊！此面由槐叶汁和成，煮熟后过冷水，再加上菜叶儿和肉酱。多谢苏兄带我品尝长安美食。马兄啊，你升任殿中少监，掌管天子车府，总领上衣、上食、上药等6局，真是可喜可贺呀！本以为今天可以向你和卢兄好好请教探案缉凶的本事，没想到竟让我管宫中琐事。哎，这是天子的信任，从8品破格晋升为4品，这多少人求之不得呀！实不相瞒，当年当今陛下任潞州别驾时，麾下的司法参军即是在下。哦，那在韩州的时候没听你提起过呀？只有短短几个月的交集，我以为陛下早就把我忘了。哎呀，当朝天子是念旧之人，此番定是看中了你的才干，马兄的仕途，未来不可限量哦。可我这辈子就想当捕贼官。哦，对了，我听说前一阵有天下第一仵作之称的耿无伤死于马钱子之毒，怎么回事？能给我讲讲吗？这马钱子怎么用是药，怎么用变成了毒？马蒙很好奇啊。
二位一看就是有钱人。我们店的鼓楼子是长安最有名的，给二位上一个。何为鼓楼子？来自西边的美食，大号的带馅糊饼，将羊肉馅分几层，平铺在饼里，隔层撒入胡椒和豆豉，表面撒上芝麻，再抹上酥酪，烘烤而成。哎呀，遇到行家了！苏兄，这就要怪我了，在杭州没请您品尝这道美食。无妨无妨。哎，在长安品尝也不晚呢。我们店每天限量10个鼓楼子，都是给达官贵人定做的。可今天有个客人没来，便剩了一个，给二位上来。你等会儿，我先问问，多少钱一个呀？哎，给你少算些，90钱一个。90钱。马兄，要不咱们下次再来品尝？嫌贵呀，羊肉可又涨价了，一个鼓楼子要用1斤多羊肉呢，再加上酥酪和胡椒，这哪个便宜？不是嫌贵，只是我今日囊中羞涩。没钱请什么客呀？回来！今天你剩的鼓楼子我们不要，明天给我做10个新的，多加胡椒，多加羊肉。明天你们何时来？我提前做好。做好后直接送到万年县县，我请这位苏县尉品尝。县尉，哎呀，方才多有得罪。马兄，快把银子收起来，何必跟他置气？不行，10个鼓楼子我必须请。这不正在请教苏兄，算是答谢。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就5个，苏县尉与同僚分而食之。另外5个，给我送到雍州府，我请司法参军卢凌风品尝。呀，这都是大人物，记下来。苏兄，马前子。哦。饿了吧？你在问我？对。可我不认识你啊。我认得你便好。这个，我请你吃。是羊肉的香味儿，还有酥酪之香。不会是鼓楼子吧？还真是见过世面的，拿去。还真是鼓楼子。死者是个乞丐，没人知道他姓名，死状极为可怖，身体手脚相救，几乎完成了宫刑。这像极了马天子中毒，已经派人去请苏产仵作来验尸了。这是什么？好香啊，有点像前日吃的鼓楼子。你别说，还真是那个味道。苏县尉，就是您那位朋友前日专门送来的那道美食。来呀，来，我的美人儿，快去。美人儿，别着急嘛。急，我可太急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呢？重要吗？当然重要了。我可不想做别宅妇，人家可是想嫁给你的。哦，可我怕说出来我是做什么的，吓坏你。
你不会是当官的吧？刚才我可看到有人给你送礼了。对呀，送礼了，看看是什么。哟，鼓楼子，这可是长安最近最时兴的美食了。来啊，羊肉啊！我从小就吃不得羊肉。那算你没口福喽。香，好香啊！别客气，多吃点东西，待会儿啊，床榻之上也好有力气。讨厌！等等，你都不肯说自己是干什么的，如此不明不白的，我……其实我不说呀，是为你好啊！谁呀？怎么回事？夫君，我对不起你。敢勾引我娘子，这事咱俩没完！你是什么人？敢闯本将军私宅？岁数不小，力气还挺大，冒充将军，你吓唬谁啊？将军能看上我娘子啊？讹到本将军头上来了，你们真是不知道我是谁。管你是谁，走，跟我见官去。当然，不见官也行，你得出500钱。什么？500钱？哦不，600钱。哎，滚一边去！瞧你这点出息！1万钱。1万钱是吧？好，本将军今天就砍你们1万刀。老子装什么呢？你下手没看轻重，他要是死了，我们找谁要钱去？没使劲儿啊！哎，你找谁啊？这里可是朱大将军的私邸。你是？你家主人的吴中老乡，姓陆，名同。陆同？听着有点耳熟呢。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朱大将军不在左金吾卫公谢和大营李氏，也不在自家的府邸，我呀就一通乱找。还好公谢的陆氏说，最近大将军置办了一所别院。真是多嘴。赶紧去通报吧。你看，吴中送来的纯菜，我还专门买了3条鲈鱼，待会儿做得了纯菜羹和鲈鱼块，我跟你家大将军便以纯鲈之私忆我们的吴中故乡了。但大将军在处理公事，不便待客。朱灵好兴致啊，在别院处理公事。哼，哎，你不能进去，真的，你真的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混账！我乃右金吾卫大将军，都说左右金吾卫不和，今天我带着鱼来，就是跟朱大将军叙同乡情谊。你要是再阻拦，一巴掌扇得你满地找牙。在哪个房间？朱大将军，最近可好啊？北三在呢。不会是养了别宅妇了吧？也不算。最近常有一些别宅妇以美色惑人，行敲诈勒索之事。朱大将军，以您的身份，这种事儿最好少做啊！陆同在门外候着。
主陵，主人，是您的同乡右近无畏大将军，小的实在没拦住。主陵。昨夜万年县发生一起命案，死者是名乞丐，死于马钱子之毒，额头处有严重外伤。巧了，半个月以来，也有3名60岁以上老者死于非命，也是马钱子中毒。哦，死者都在长安县境内。新任长安县尉魏燕向雍州府通报了案情，他们在查，我也在查。已经发现了嫌疑人，昨夜我派老贾一直在跟着，也许是他马虎，或是嫌疑人太过狡猾，甩开了老贾，逃到了万年县作案。之前的3位死者都是马钱子中毒，可是都没有外伤啊。是的，我想这次应该是死者在中毒未深之际试图反抗，故而遭到凶手击打，才留下的外伤。有这种可能。卢参军，卢参军，不好了，出大事了！薛期长，莫急，慢慢说。左近无畏大将军朱灵在私邸中被害，凶手怀疑是右近无畏大将军陆同。什么？左右近无畏都得到了消息，一场血战恐不可避免。哎，罗凌风，你可不能冲动啊！撤！都冷静，大家别冲动，别冲动，把刀都放下。右近无畏，退后10步。中郎将，大将军还在里面呢。右近无畏的弟兄们，誓死保护大将军！誓死保护大将军！我知道你们的感受，但长安地界，天子脚下，左右卫刀兵相见，这绝不是大将军想看到的。退后！左近无畏的兄弟们，也请退后10步。凭什么听你的？朱大将军遇害，我们要杀了陆同，给大将军报仇。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绝不会包庇凶手，但在案子还没有查清前，断不可仅凭猜测，更不能被他人利用。先请退后。退。县尉，验尸已完毕，验尸所得已记录在案。尸盒、尚未吃完的鼓楼子等可疑之物，均已收集完毕。知晓了。你们先都出去吧。是。你我相识40载有余，不想今日魏燕竟以这样的方式为你送行。朱灵兄，你走好。把朱灵的尸体先运回宫县。是，来人！大将军，
大将军，你没事吧？我可以走了吗？陆大将军，是你和朱家仆人最先发现的命案，所以请陆大将军屈尊，随魏某回一趟长安县县。你说什么？我说的不清楚吗？魏延，难怪你年过60旬，还是一个县尉。县尉怎么了？查案缉凶是朝廷赋予我的责任。可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仅仅是造访同乡，有仆人作证。仆人去买吃食，回来时你已经在门口。之前发生了什么？谁来作证？谁又知道你不是从这里出去的？看见仆人回来，你假装叩门呢？你少在我面前趾高气扬！我做3品官的时候，你陆同不过是金吾卫的一个小小校尉。嘿，魏县尉，门外聚集了许多左右金吾卫的将士，此时带大将军去攻谢问话，明显不合时宜。罗三军，这里是长安县，魏某身为长安县尉，怎么查案，用不着别人来教。今日我需带陆同到长安县县问话，这才符合规制。不管门外有千军万马，还是有说情之人，我都得这么办，哪怕是陛下来了，亦如此。苏明见过魏县尉。这里是朱雀大街以西，并非万年县的地界。你来干什么？来我长安县查案吗？不敢。那就是说，你也是来给陆同求情的啊？免开尊口。见过大将军。怎么回事啊？苏县尉，冯机长，我能看看尸体吗？那你快点。怎么着？生气了？比你更气的是陆同吧？大将军确实气坏了。要知道，他主动找朱灵是天子授意的。为了缓和左右两位的矛盾，大将军确实委曲求全，却被疑为凶手，还被押到了攻谢问话。这要传了出去，金吾卫的名声岂不是一落千丈了？哎呀，这些我都想到了。但那魏延资历颇深，高宗时就是太子弘身边的属官，后来啊，一直做到了御史大夫。因为站错了队，才在为庶人之乱平息后被直接贬为奉天尉。这不最近才转长安尉，故他是不会给大将军面子的，更别提你卢凌风了。哎，你不是说之前那3起老者被杀案已有嫌疑人了吗？那何时抓捕啊？本想有了确实的证据再抓人，现在看来，只能提前动手了。
钱带了吗？货呢？30块金饼，我要先看看。我要先验货。好。哎呀，看看，这里边装着3个人的魂灵，均来自70岁开外的老者。你可以算算，如果把瓶子里的魂灵一口气服下，能延长多少年的寿命？我怎么信你？万一你是从年轻人那里取的呢？哎呀，怎么可能？哎，我亲自在他们酒池里下的马钱子，亲手取得他们的魂灵。哦，原来如此。你说这宝贝，要你30块金饼不多，你不要也无妨。鬼市的人想买的多了。如此说来，你这个价钱定的还算是公道，是吧？左博士，你知道我是谁？我，哎呀，哎呀，走！左路，你身为太医署骤进博士，专门谋害高寿的老人，获取所谓魂灵，再以高价卖给病入膏肓的有钱人续命，你该当何罪？等！还有你是买家吧？需一同回贡献问话。这里是长安县境内，本县尉在此，还轮不到你们抓人。看好了，这个左路是我先抓到的。来人，把这个左路先押回去。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哎呀，上官饶命啊！陆三绝、苏县尉，我已经盯了2天2夜了。人家没准盯得更久。我问你，为什么只用马钱子下毒？因为服用完马钱子毒后，人的身体就会在剧痛当中反复的弯曲，只有这样，才能挤出他的魂灵来。竟如此的邪恶！所谓挤出魂灵，你根据何在？我试过，真试过。人死了之后，他的尸体会变轻，轻足足半两。你说，这半两不是他的魂灵，还能是什么？住口！纯属妖言惑众。左近5位大将军朱灵，也是你杀的吧？朱大将军，朱大将军不是我杀的！不，这不是我杀的。死状和先前被你所害的老人没什么两样，不是你又是谁？这真不是我呀！我怎么敢对朱灵大将军下手的？我又不傻。一看你就是个狡诈之人，不用大刑也肯招供。来呀，把他拖下去，先打100板子。哎，上官，我可是太医署的博士啊，上官。陆参军，我听说那个左路招供了。是。哎呀，他一个骤进博士，又不会武，还在雍州府的严密监视下，如何能杀得了金吾卫大将军？这个我当然知道。左路的招供应属魏燕酷刑下的逼迫。至于魏燕的动机，现在无从得知。那个朱灵的尸体我见过，太阳穴上有击打伤，虽无法判断凶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跟之前被杀的乞丐是同一凶手，故万年县申请并案。若暂时没有其他证据，他魏燕恐不会答应。在没有上报到雍州府之前，我也无法插手啊。哎，我有个预感，若真凶逍遥法外，还得死人。
这几样你们要卖多少钱呢？掌柜的看着给就行，我们不贪。那就5000钱吧。5000钱，好啊！好，那就这个价了。等等，我看这几样东西至少值5万钱呢，不如卖给我吧。哎，你这个人怎么跑我店里来抢买卖？他们带来的东西到底值5000钱还是5万钱，自己心里都没数，不是贼又是什么？你收了，便是替他们销赃。拿着你们的赃物，万年县蟹走一趟。鼓楼子，对，那老头说，那河中的吃食就叫这个。他吃了多少？半个，然后他就猴急的把我往屋里拽。这个老色鬼，贱的要死！我和娘子吓坏了，我们只要钱，从来没要过命啊！于是赶紧跑，但有句话叫“贼不走空”，就顺上了那几样东西。你说那鼓楼子是别人送他的？啊，对，我是前一天在平康坊见那老头出手阔绰，就故意在他眼前晃悠，然后就约了第2天去他的宅子。你可看清那人长相？离得有点远，看了个大概。铃铛，去把喜君请来。是。先色诱，继而敲诈，这可是重罪。你现在需将那送礼之人的样貌仔细回忆，并配合弓械，画出画像，可将功抵罪，明白？明白。明白。娘子，全靠你了。罪妇对送礼之人的面目记得并不清晰。他也说了，离得较远。说来奇怪，虽离得远，他却能记得眼神，只是面部表情毫无印象。哦，他怎么那么像个人啊？我们在杭州时候遇到的那个马蒙马参军哦，我画的时候也有这种错觉，可能是前段时间吃了人家请的鼓楼子。哎呀，就怕不是错觉。马少监，来客人了。还不就是我的老同窗刘子规，让他进来。并非柳郎，是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和万年县尉苏无名来了。哦，是这2位，快请。是。哎呀，欢迎2位，马蒙有失远迎啊。苏县尉，卢参军，杭州一别，终于在长安相见了。马少监，之前有公务在身，实在不得已爽约，还请见谅。哪里话，那一日我与苏兄相聊甚欢，是，特别是吃到了槐叶冷桃，那独特的味道让我神清气爽了好几天啊。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们更得感谢你专门给我们送去了鼓楼子。那日之后，我也常去一味食肆，就是为了那鼓楼子。快，2位仁兄，屋里请。请。嚯，马兄在读《春秋》啊？啊，这个版本的《春秋》，书铺里可是不容易见到的。哦。
是杜元凯所著春秋，那自是难得一见。不知马兄是从何处得到的？这可要感谢我的同窗刘子规了。他探究春秋颇深，自己虽未考取功名，却常在西明寺和赵景公寺向那些寄居寺院准备明经考试的学子传授春秋，颇受欢迎。那应是有家学，不知其祖上是哪位大儒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平时也未曾说起过。他不仅熟知经典，对绘画也很有研究，每次来都要盯着那屏风看上半个时辰。哦，这是何人所画？说来奇怪，这屏风上并没有作画之人的名姓，却被殿中省视为宝物。据说当今陛下来殿中省时，也在这屏风前驻足良久。哦，省宫歌，这不是真的马球场，毕竟太小了。卢兄是我大唐的马球高手，一眼便看出来了。据说这画的是东宫的后花园。哦，中间的这位高大英武、有帝王之气者，应是太子弘吧？苏兄好眼力，正是孝敬皇帝。先前呢，我是看过孝敬皇帝的画像，但如此生动的打马球图，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今日到你这儿来，苏某真是开了眼喽！怎么了？一直闷闷不乐的。在想太子弘，啊？若不是英年早逝，如今的大唐绝不是这般模样。你知道吗？天子在决定亲自出战天下马球大赛之前，带我去拜了孝敬皇帝。这又是为何呀？首先，孝敬皇帝是皇室里马球打得最好的，当年也是他提出的，4岁一系击狙，随服外藩，以敦邦仪，于是才有了天下马球大赛。再者就是后来的事我知道，太子弘死时没儿子，多年后天后就命当时的楚王为其子嗣，当时的楚王就是今日之天子。哎，樱桃呢？他有事儿忙去了吧？你不会是怀疑马蒙吧？昔日在韩州，他曾与我们肩并肩，共同剿灭了太阴会。是，那一役马参军置生死于度外，我甚是佩服。今日马蒙谈笑间皆是坦荡，像个凶手吗？今日马蒙谈笑间皆是坦荡，像凶手吗？当然，身为捕贼官，我这么问就是错的。我知道不应该以自己的判断而影响断案方向。抱歉，算我什么都没说。你说的正是苏某想的，但鼓楼子、马前子，还有那宫中常用的高档食盒，均出现在杀人现场，让我不得不让樱桃去查他一查。我反正不相信马蒙会是凶手。
郑少卿，我来帮你。你不是我家里人。在下新任殿中少监马蒙。殿中少监马蒙，哎呀，听说过呀。陛下的红人，贵客上门，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少卿，是我见您休息，就没让他们叫醒。您这园子如此漂亮，我也沾沾您的光，想着半日清闲。真是抱歉啊，刚才老夫睡着了，多有怠慢啊！我马上让他们备酒。管家已经安排了啊。好，还算是会做事。我给您带了一样小食，您若不嫌弃，尝尝。哎呦，您这真是太客气了。苦蝼子，您趁热品尝。不，这个我不能吃。来人呐！为何喊人？听说左近无卫的朱灵，就是吃了苦蝼子，中毒遇害的。哦，是吗？你不吃，我吃。来人呐！来人呐！别喊了，他们都忙着准备酒席呢。你真不吃啊？我来看望你，可是受陛下之托。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站在公主那边了。这是哪里的话呀？老夫曾经跟随过孝敬皇帝，视当今天子为正统。定誓死跟随啊！那这古蝼子还不敢吃？不是不敢吃，我是不喜欢这个味道。请仵作了吗？速查仵作已在路上。将这古蝼子、食盒、茶杯、茶壶带回宫廨。绑你们的人，你们可看清长相？他在背后一下就把我打晕了，在醒来时，我们就都被绑在一起，根本没看到那人。苏县尉，魏县尉，少卿人呢？郑重他丧命何处？这是你万年县的地界，我不是来查案的。郑重是我多年的好友，我来就是想送送他。啊，如此，随我来。少卿，郑重，何人如此凶残，相继害了朱灵和你的性命？
您跟朱大将军郑少卿是故交。40年前，我们同在东宫效力。莫非是跟随太子弘？对，我们都是孝敬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人。魏县尉年轻时候可打马球。你怎么知道？你们常跟随太子弘在东宫练球。对，那是魏延此生最快活的时光。郑州兄弟，慢用。一休，哎，今天天气炎热，想不想吃个苏珊？一美，你可否做一份苏珊，亲自送给那个殿中省的马少监？马蒙？对，马蒙李氏之所啊，有一架屏风，上面有一幅打马球图，名曰《省宫歌》，也不知道是何人所画，但极为传神。相信义妹一定会喜欢，若能临摹此画，便是一件美事，是对查案有所帮助啊。好，我这就去。单靠记忆临摹那画，并非易事，辛苦义妹了。我尽力，一休。苏明，我回来了。马蒙并未离开过殿中省公廨，对吧？是，他除了处理政务外，一直在读《春秋》，餐食也非常简单，饭后打拳，睡前练刀，倒有几分像卢凌风。我刚才看到喜君了，他也回家作画，说今晚亥时可成。太好了，苏县尉，苏县尉，你怎么回来了？和平坊发现一具女尸，死于马钱子中毒，太阳穴处已有个血窟窿。那是长安县的地盘，是雍州府的刘登公堂接的报案，故而我们可以直接查哨。卢三军特意让我过来告诉苏县尉。死者可在60岁以上啊？对啊，你怎么知道？还听说那女子是从宫里出来的。方正已证实，死者叫薄翠，曾为东宫侍女，已出宫多年，一直寡居于此。仵作苏禅也来过了，他推测死亡时间应于昨夜亥末子初时分。这头上的伤口是什么凶器造成的，还未确定。刘凌风，你看看这伤口，凶器有没有可能是马球杖啊？尺寸倒是合适，但马球杖皆为木质，行凶者力气就算再大，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那马球杖就没有其他材质的，比如金银铜铁？有，但极为少见。马球比赛用的皆为木质，其他材质当用于礼仪场所。礼仪场所。你曾说过还会死人，你的直觉是对的。直觉告诉你马蒙不是凶手，你也是对的。从昨日午后起，我就让樱桃连续12个时辰暗中监视马蒙，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还有就是朱灵、郑重都做过东宫属官，跟随过太子弘。这都是40年前的往事了，你能查得这么仔细，实属不易啊。哎，不是我有意要查的，是魏燕跟我说他曾经跟这2人是同僚。魏燕，你自幼习武，又是进士入仕，
将来是想在朝为官，还是领兵打仗啊？留在京师保护太子，或是带兵驰骋边疆，保卫大唐、魏燕，都听太子殿下的。你倒是忠诚。待我登基后，更需勤勉而奋进，如此定能出将入相。多谢太子殿下。何人？魏县尉，是你们？这么晚了，来干什么？魏县尉，你这大晚上的提着刀，是发现了什么异样吧？异样？哼，我魏某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什么妖魔鬼怪。卢凌风，我知你武艺高强，既然你是从房顶上来的，那又何必敲门呢？房顶？何人？苏县尉，无外乎就是个小贼，魏燕何惧啊？人从房顶来，哎，等一等，请把茶杯放回原处。魏县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茶里已被下了毒。什么？您看，毒液从房顶落下，正好落入这杯茶中。啊！还真有毒，而且就是马前子。啊，这位是我和卢参军的朋友，废机师药王弟子。药王弟子当然不会骗人。如此，魏燕，谢过三位救命之恩。不必客气，先去看看画吧。早就听说有这么一幅画，却不得一见，没想到竟如此惟妙惟肖。这是我根据记忆临摹而成的，时间太短，画得不好，让魏县尉见笑了。不，画得很好。你们看，这个是孝敬皇帝，这个就是我当时是旧牧署的署令。那这位军官就是朱灵了？对，那时朱大将军是太子左卫、律府司节，这个是郑重，他当时是史官署的署丞。那其他人呢？哦，这个是个宫女，由于她的手劲儿很大，孝敬皇帝就教她打马球。哦，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好像叫什么翠，薄翠。对，就是这个名字。哎，那这个人呢？他是个背谁，我哪里认得出来呀？不过，在水池边篮球的这个是个小宦官，此人很机灵，孝敬皇帝叫他小喜子。几年前我在大街上见过一回，已经沦为乞丐，好像是因为偷东西被撵出宫了。魏县尉，您稍等，我去就回。
二位，别打哑谜了，难道要急死我魏燕？3日前，万年县发现一具尸体，已验过是马钱子中毒，且头部有击打伤。刚才我再次验尸，发现他是一名宦官。小喜子，这幅画怎么会这么邪门啊？恐怕是凶手刻意为之，根据这幅画杀人。这倒让我想起来了南州的石桥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画上这个不知名者，也许就是凶手。据马蒙说，整个殿中省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故这个被审者的身份，吏部的旧档案中应该记载着当年在东宫任职的官员名录。哎，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如今的鬼市令丰泰，此人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孝敬皇帝也贪玩，故此常把他请到东宫。你们去找找他，或许他能忆起当年的往事。如此，兵分2路，辛苦2位先卫跑趟鬼市。樱桃，你保护；薛欢、季军，随我去吏部连夜翻看档案。哎，那我呢？哎呀，最近我们都忙，苏山店都是费老板你一个人撑着，累坏了吧？回去早点歇着。还真是有点累。哎，等会儿，此物可试毒。哦。还有这个，若是中毒不深，可救命。多谢。哎，对了，哎，把画给我。我来看看，你们确实找对人了。40年前，我常去东宫。没错，这位就是太子弘。哎呀，他死的时候，我哭了3天3夜呀。我以为大唐国运就此衰矣，没成想延续至今，还有日益兴旺的兆头。你看，这位不是你吗？哦，是。风令啊，我们是想让您看看，这位是。此人，吐图文真也。哦。哎，对，就是他，孝敬皇帝身边最信任的内侍。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呀，多谢老神仙。那我们赶紧回去，查这个吐图文真的下落。哎，别查了，他就在我的鬼市。治世之后，他无处可去，便到鬼市做了我的主簿。哦，鬼市土地庙后头有处宅子，他理事吃住都在那儿。太好了，那就烦请您带路。让开！还不开门？要不是领了暂居凭证，1年之后可换长居凭证，3年后便可在长安登记入籍。我才不办这鬼事儿！谁会在这儿？都等这么久了，再等等。哎，也许是那老阉人酒喝多了，没醒。是吧？方令，封锁消息，就说吐图文真已死，公谢正在缉拿凶手。懂。
又敢带了？礼以行义，信以守礼，行以正邪。若行律不能纠正邪恶，那自会有人出手。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恶人必须受到惩罚。六兄，你这一句两春秋，难怪那些备考的学子都要称你为春秋大儒。这个可不敢当。我记得之前被人尊称为春秋大儒的，还是孝敬皇帝的老师郭瑜。那才是真正的大儒啊！望其项背，亦不能。走了。刘兄，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忙我该忙之事，可否透露一二？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无往也。”我刘子规，绝不会功亏一篑。你还没说你在做什么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刚才那句可不出自《春秋》，《论语·子罕篇》也。老匹夫已有防备呀。马蒙，殿中少监，知道是陛下身边的人就好。我来要你的命，便是陛下催你的命。这是陛下赐你的，吃了吧。你说的陛下，不是当今的天子吧？哦，老匹夫，看来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做的恶。你说对了，我奉孝敬皇帝之命，索你命来的。混账东西，装神弄鬼！待老夫擒你，替朱灵和郑重报仇！老东西，你还想报仇？魏县尉，歇会儿。雍州府暗探楚英桃前来擒贼。女子，我不和你动手，你也别来送死。还不知送死的是谁？来者何人？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还不束手就擒？久闻你的大名，看来我中了埋伏了。不能功亏一篑，看剑！在我面前使暗器，樱桃不可！此人涉及多起命案，需三司会审，录口供。想审我，做梦！
乃殿中少监，陛下身边的人，你们能奈我何？殿中少监，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马蒙了吧？马少监，出来吧。你是怎么变成我的样子的？如果我没猜错，这是一种极为轻薄的面具，模型需要在真人脸上拓取。马少监，你得仔细回忆回忆，何人有这种机会？初到京师，没有太多朋友，只有同窗刘子规格外亲近，一起喝酒，听他讲春秋。曾大醉借宿过刘父。刘兄，不会真的是你吧？你个马蒙，出身低微，资质平庸，却有机会当上殿中少监，而我名儒之后，熟读春秋，却得不到赏识。只怪当今天子昏庸，若是孝敬皇帝在世，我宰相都当上了。刘子规，还不卸下你的伪装！我偏不，你们擒不到我，我自然不会认罪。昨夜我在吏部翻看东宫卷宗的时候，发现一个名字：郭思恭。若不是孝敬皇帝突然驾崩，此人当入东宫，且会被委以重任。还有就是，鬼司令风老神仙也看了那幅《省宫歌》，并忆起了一段往事。你就是郭太傅的儿子，可会打马球？不会。那倒是有些可惜了。虽不会打马球，但学生自幼善丹青。哦，愿为殿下绘制打马球图。这倒是个好主意。等会儿雨停了，我叫上他们和我一起打马球。我倒要看看，你画的怎么样？此画定可流芳百世。你就是郭太傅的儿子，可会打马球？不会。那倒是有些可惜了。虽不会打马球，但学生自幼善丹青。哦，愿为殿下绘制打马球图。这倒是个好主意。等会儿雨停了，我叫上他们和我一起打马球。我倒要看看，你画的怎么样？此画定可流芳百世。你如此自大，是拿自己比顾恺之了？顾长看不过画绝、才绝、痴绝而已。我比他更通经典，可倒背春秋。殿下以为10年内我的名气不能超过他吗？那痴狂书生，我想起来了，他是大儒郭瑜的儿子。对，就是这位郭思恭在孝敬皇帝离世10年后，向殿中省进献了一架屏风，而那屏风之上，便是那幅《省宫歌》。刘兄，你每次来找我，都对着那屏风发呆，莫非你与那郭思恭有何关联？刘兄，摘下你的伪装吧！刘子规，你为何如此？画上那些人，
都是你杀的，他们该死，个个都该死。那是多年前的春天，彼时大儒郭瑜正在给孝敬皇帝讲《春秋》。太子，太子，如果殿下觉得《春秋》中商臣弑君太过残酷，臣子所不忍闻，那从明日起，我就改教殿下《礼记》。太子，怎么还没断气？中了马钱子毒不是很快就死了吗？我照他太阳穴，给他一球上，省得他难受。如何？那可不能只你一个人打，要动手，在场的每一个人可都有份儿。你是怕，若不如此，将来有人会走漏风声。我们不是奉命行事吗？又怕什么？怕以后下命令的人反悔呀。魏燕的主意不错，就这么定了。小喜子，你也要动手啊！我，不然就把剩下的虎饼吃了，给殿下陪葬。别！我做便是。哎呀，快到什么起来！你胡说！郭瑜在造谣！造谣！魏县尉，不必如此激动。造谣者，恐怕不是郭瑜。你先听他把话说完。我的祖父，他亲眼所见，都告诉了我的父亲，并在孝敬皇帝去世后不到1年，就抑郁而亡。而我的父亲，也因孝敬皇帝的死，断了大好的仕途之路。他临死前，把那沈公哥的秘密告诉了我，并叮嘱我，要替孝敬皇帝报仇。我郭子贵便随母亲潜入长安，等待机会，直到马蒙从一个小小的韩州司法参军，一跃变成了殿中少监，4品官呐！我既羡慕他，也有点小小的嫉妒，但我更看到了复仇的机会。我以他的名义给那些人送鼓楼子，谁又会拒绝呢？这一定是陛下的美意吧？大将军，还需要我说破吗？如此，多谢少监了。鬼司令风老神仙还回忆起一件事：太子弘对他的老师郭瑜极为尊重，曾将高宗皇帝所赐的黄金马球杖转送给了这位大儒。你此刻所背，正是此物吧？是，又如何？本想把马钱子之毒灌进魏燕的嘴里，然后像对那些人一样，以他们谋害孝敬皇帝的手段对付他们。马少监，为什么？你到底是谁？
陛下所赐的金杖，没能沾上图图文真的血。老阉人虽死，但我这也算是送襄公败于洪，空留遗憾了。你别在这儿糟蹋春秋了！你可知那架画有省公歌的屏风是通过何人送进的殿中省？是我，图图文真。你竟没死！我这条老命死不足惜呀，只可惜当年我帮你爹把屏风送进殿中省，也没治好他的疯病啊。你说什么？图图那时，你是家父的好友，就请拉我一把吧。老朽不是不肯帮忙啊，只是都道你有病，我又不知如何帮你才好啊。我新做了一幅孝敬皇帝打马球图，又名省公歌，精妙绝伦。只有图图那时帮我送进殿中省，我相信，一旦被当今圣人看到，定会被我的才华所折服。如此，我的仕途就有希望了。好吧，看在令尊的份上，老朽就答应你。按吏部所记，朝廷之所以不复录用郭思恭，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妄想之症，特别是在郭瑜死后，便愈发的严重了。故所谓郭瑜亲眼所见太子弘被谋害之事，应是郭思恭的妄想。不可能！我知道，有很多俗讲艺人常把太子弘之死编成故事，蛊惑百姓。在他们的胡编乱造中，天后成了幕后主谋，有的竟还说高宗皇帝的坏话，而我们这些东宫旧臣便成了帮凶。你可知，殿下死后，高宗和天后极为悲痛，不然为何追赠其为孝敬皇帝，以天子之礼葬于宫陵？我亲耳听高宗皇帝说，弘之死是社稷的损失，帝国失去了一位贤君，也少了一个马厩之王啊！高宗皇帝说此话时，泪流满面之情形，老朽至今记忆犹新呐！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无法说服我！我的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若不是太子弘被你们害死，他起码可以做到宰相。而我郭子贵，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文武双全，一身才华，却无人能看到。魏延、图图文真，你们是凶手！我奉孝敬皇帝的圣旨，要你们的命！啊！这是陛下所赐，这是孝敬皇帝赐我们国家的宝物。我杀了你！啊！不要！住手！魏县尉，看来这个郭子规亦有疯癫之症。他虽已交代了罪行，但此案涉及多名朝廷重臣，仍需三思会审。此等疯癫，也无需三思会审。
天子命殿中生毁掉这架屏风。听说了，细君以为甚是可惜啊。唉，若只论丹青之妙，此画不输顾恺之，毁了确实可惜。还好，公主听说此事，派人来要这幅屏风了。哦，公主所为何用？公主说，睹画思人，以解思念兄长之忧愁。孝敬皇帝驾崩时，公主才10岁。据说他们兄妹关系甚好。不管这是不是借口，但毕竟保住了这幅丹青珍品。哎呀，只是不知此画是否能流传到1000年之后。1000年以后的事，谁知道呢？陛下，阿音，今日的赤剑粉做好了吗？听说陛下为沈公割案震怒，令阿银担忧，以至于6神无主，竟忘了做，真是该死！奴婢现在就去熬制。不急，你可知，朕昨夜梦见你了？陛下可别吓唬奴婢了。不过，不是这一世。不管哪一世，能在陛下身边就好。朕梦到了1000年之后，我不再是天子，而只是一个杂货店的伙计。伙计？那奴婢呢？你不是凡人，而是一个可以上天入地的神女。